这是挑衅我这个敲门鬼。里面有人吗？开开门。妹妹，你有什么事儿是想进来和我一起拉屎吗？敲门鬼惊愕，鬼气加5。一起拉屎。半夜，美女邻居被鬼敲门，江辰觉醒化妖系统，本着乐于助人的人生态度，和女鬼进行了友好深切交流后，抱起她丢下了12年。此后，为了辩解，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江北市接连出现诡异凶案、剥皮案、灭门案、变态杀人案频发，日均3到5起的案发率，打破城市平静，街头报道铺天盖地，提醒市民减少外出，远离危险区域。没人知道，这些看似独立的凶案背后，隐藏着超自然的阴影。不对劲，案子没侦破就公开报道，太反常了。难道是在隐晦提醒大家，所谓的杀人犯根本不是人？前世死于癌症，一睁眼回到3岁，重生在这个陌生世界，被孤寡老人收养。2年前，老人留下10万块和一封信，说宗门有难后离奇失踪。现在刚考上江北财经大学，老家伙走前神神叨叨的，该不会和这些怪事有关吧？老家伙走前神神叨叨的，该不会和这些怪事有关吧？手臂关节太僵硬了，这动作根本不像正常人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，快开门！精神有问题，还是最近报道的变态杀人犯？千万不要开门，门外的东西很可能不是人。怎么回事？1年前，咱们小区4栋，女大学生孙芳和男友分手，男友闹事，孙芳闺蜜帮她骂走男友，闺蜜被捅死在楼道里。7天后，孙芳死在出租屋。邻居说当晚听到敲门声和求救声，但孙芳是死在自己房里。大家都猜敲门的不是她。我刚刚在猫眼里看到了孙芳的闺蜜，她明明已经死了，现在就站在我门外。小陈千万别出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要是出事，你把这些线索告诉警察。难怪动作这么诡异，他根本不是活人。现在就站在我门外，小陈千万别出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要是出事，你把这些线索告诉警察。难怪动作这么诡异，他根本不是活人。红姐知道不对劲，不可能开门。他来了，他进来了，我没开门，他却走进客厅了。这是女鬼的标记，我被盯上了。死过一次还想拿捏我，老子可不会坐以待毙。打开煤气阀，等他进来就同归于尽。系统重生者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孙芳的闺蜜害死红姐，还想缠上我，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默念使用就能获得妖怪部分力量，还能抽神通。化妖结束后还能保留1成体魄和妖力，这波不亏。西游怨种又怎样？能保命就是好妖怪。系统，这化妖卡我先留着，等关键时刻再用。听，化妖卡已存入背包，随时可以调用。初始鬼气已经用完，必须从这只敲门鬼身上刷够鬼气，不然下次遇到危险就没辙了。不要进来，不要啊！快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为什么不救我？开门，救救我，求求你了！我看到你了，快让我进去！啊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啊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小陈，他怎么进来了？当着我的面冲进去关门，这是挑衅我这个敲门鬼。里面有人吗？开开门！
妹妹，你有什么事儿是想进来和我一起拉屎吗？家门鬼惊愕，鬼气加5。一起拉屎，这是什么骚操作？别的门都能敲，厕所门敲着确实有点奇怪。来嘛，我拉屎不臭的，而且我保证，这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一起干这事儿，真的不试试吗？丁，敲门鬼惊愕，鬼气加5。我这人很讲卫生的。敲门鬼困惑，鬼气加10。敲门鬼无语，鬼气加7。有戏，这操作完全契合系统要求。有戏，这操作完全契合系统要求。我好痛啊，小哥，你能不能先救救我？啊，有鬼啊！敲门鬼愣住，鬼气加5。你之前的淡定呢？刚才邀请我一起拉屎的勇气去哪儿了？现在知道怕了。鬼，那里有鬼！这位美女，你难道看不见吗？镜子里有只狰狞的恶鬼。这小子是不是傻？镜子里不就是我吗？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敲门鬼困惑加剧，鬼气加12。再加吧，再加吧，等攒够鬼气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再加吧，再加吧，等攒够鬼气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鬼片精髓 get， 灯光滤镜才是第一恐怖要素。别害怕，我带你一起跑。别管我，你先跑。要走一起走。必须有人留下来挡着镜子里的恶鬼一起走，我们都活不了。文文活下去，从红姐那套来的名字派上大用场了。试试普通人能不能杀鬼，失败也没关系，反正化妖卡还在手里。狗东西，你不是让我走，是想把我送走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狗东西，你不是让我走，是想把我送走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这只鬼强度不低，只能用化妖卡了。使用化妖卡银将军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我刚才忘了这是12楼，快，我拉你上来。丁，敲门鬼恶鬼死亡，鬼气加99，当前鬼气221点。恶鬼是鬼物的等级吗？2次抽取的鬼气够了，剩下的交给专业人士善后吧。小陈，你是人是鬼？太好了，你真的活着。刚才看你跳下去，我都快内疚死了。好结实的肌肉，都比得上健美冠军了。平时真没看出来你深藏不露。对了，那只鬼……里面的居民请注意，我们是江北市公安局，接到报警前来处理。红姐，那只鬼已经被我解决了。记住，我是一名驱鬼师，这事儿别对外人提。驱鬼师？难怪你一点都不怕。我们是江北市公安局，接到报案，请开门配合调查。警察应该是你叫来的，他们问起就说，是一位路过的高人出手，除了鬼，千万别提我。
现在官方没公开灵异事件，肯定有专门处理这类事的部门。我刚觉醒系统还不清楚他们对闲散超能力者的态度，暂时不能暴露。您好，警察同志，刚才是我看错了，以为家里进了小偷，后来是一位路过的老先生帮忙检查，说没什么事，他已经走了。说没什么事，他已经走了。系统抽取2张异星化妖卡。应恭喜宿主抽取到异星化妖卡红蟒星，应恭喜宿主抽取到异星化妖卡混世魔王。七绝山的红蟒精比银将军强一截，别被网友误导了，他能维持完全人形，银将军只能变半人，实力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资深神话迷的知识储备派上用场了，这仗赚了。混世魔王手下有不少小妖，算是低端战力里的小 boss。不过得澄清下，他不是七妖圣，电视剧瞎改的，原著里被猴子一刀劈成2半。异星卡只能得妖力和体魄，预感高等级卡能直接变妖怪本体。刚才那些妖怪虚影的压迫感，本体来了能一巴掌拍死强盗。残余1成体魄就有7、8个成年人的力量，可惜妖力快没了，神通也没继承，1%的概率果然低。现在再遇敲门鬼必死无疑，化妖只有半小时时效，必须尽快赚更多鬼气。若不是觉醒系统，我也是其中一具尸体。这个世界藏着太多危险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就选他了，只死了3个人，危险度低。正好在学校那边，明天上完课晚上过去。我得主动找低危灵异事件，变强才是王道。顺便查查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变强才是王道，顺便查查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多做了点，以后别吃外卖了，想吃什么姐给你做。红姐，太客气了，你不用这样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给你个东西。江北市是1线城市，这地段的房子值300-500万，用房产证垫早餐。一点心意，拿着，回头去过户。不行，太贵重了，你靠收租过日子，我不能要。我懂了，你不喜欢这间，没事儿。这栋楼6层到15层都是我的，房产证都在这，你随便选。喜欢低层，我找人给你换。从租客变楼霸的机会来了。小伙子，有没有考虑过不努力了？小伙子，有没有考虑过不努力了？小陈，实话说，姐现在知道这世界上有鬼了。有你这么厉害的驱鬼师住对面，我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。要不是怕你嫌弃，姐都想直接住进你家了。所以这套房你务必收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红姐。太好了，你先吃早餐，我帮你收拾房间，衣服我抱去洗，晚上记得来拿啊。前世26岁死于癌症，重活一回才算真正体验到大学时光。可惜老张头不在，不然他的眼珠子都要粘在姑娘们身上。
有你这么厉害的驱鬼师住对面，我晚上睡觉都踏实多了。要不是怕你嫌弃，姐都想直接住进你家了。所以这套房你务必收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红姐。死者一个路人，2个老小区居民，抛尸地点就在现场，根本没处理痕迹，太反常了。要么是精神病人，要么是和敲门鬼一样的东西。杀人者有执念，就像敲门鬼执着于开门一样。他明明能爬12楼，却非要敲门，这背后肯定有原因。江晨，有人找你。是林有薇女神。江晨，你藏得够深啊！还有杨禅女神，2大女神同时找他，妖兽了，快出来！林有薇，有事吗？小学同学，5年级他举家搬走，没想到大学重逢。上次在图书馆认出来后，也没怎么联系。过去说吧，这里人多。过去说吧，这里人多。这是我妈在道观求的驱邪符，你贴身挂着，别取下来。最近外面不太平，凶案很多，尽量待在家里，晚上千万别出去。微微，你忘了道盟和阴曹的铁律，普通人不能接触这些事。我没多说，只是送张符而已。这可是入品的镇邪符，黑市上200万都买不到，还是有价无市。他只是普通人，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就算不提奇人界身份，单论你的家世，他努力一辈子也够不到。瞎说什么？我只是报救命之恩。当年我爸落魄回老家，他人贩子手上救我，摔得头破血流。他撞上一次鬼就没命了，奇人界的危险不是他能承受的。多少奇人界俊彦追求你，别错把恩情当爱情。唉，奇人界道盟，看来这个世界的水比我想的还深。奇人界道盟，看来这个世界的水比我想的还深。这东西是高端货，肯定不便宜。林有薇就这么送我了。有人抢小孩，快来人啊！对我来说是小事儿，他倒积了这么多年。这符箓说明普通人不知道的力量体系确实存在。道盟奇人界，看来官方处理鬼祟的人手不足，才用新闻隐晦提醒大家。系统说鬼食人去，妖食鬼去，敲门鬼不直接破门，反而营造恐惧，就是为了慢慢吸食活人的气。如果鬼祟事件公开，所有人恐慌，人气外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林有为纠结要不要说破，最后选了隐晦提醒，心思挺细。林有为纠结要不要说破，最后选了隐晦提醒，心思挺细。老姜可以啊，林女神单独私聊，快说说聊了啥？可恶，江晨你藏得太深了，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的情敌。林有薇和杨禅可是咱们院的2大女神，江晨也太幸运了吧！都干什么？马上点名了，保持肃静。郑少明，学生会年纪不长，更是江北市前5财阀郑氏集团的公子，
1年前，2个惹到他的同学莫名退学，家里也接连出事，没人敢招惹。呵呵，江辰同学，你也认识佑薇啊？她在江北2代圈子里可是公认的女神。我父亲和她父亲是老相识，过几天有个聚会，佑薇也会来，江同学要参加吗？真要是世交，林佑薇刚才就不会连眼神都没给你一个，典型的舔狗套路。不过我忘了，你可能没时间。上次看到你在奶茶店打工，真勤奋啊。江同学家境不太好，学费要自己挣。上次看到你在奶茶店打工，真勤奋啊。江同学家境不太好，学费要自己挣。我该羡慕郑少才是，每天向父亲撒撒娇，摇摇尾巴，就什么都有了。衣来张口，饭来伸手，小日子多舒服。完了完了，上一个骂郑少明傻叉的，家都快散了。江辰这话更狠。对了，郑少说和佑薇认识，可他刚才好像看都没看你一眼，这丫头太没礼貌，回头我一定好好说说她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疯狂犯人。江辰，知道你惹了什么人吗？乡下来的没见识，郑少捏死你就像踩死蚂蚁。快给郑少道歉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都在干什么？江大海、严虎、江辰都回座位去。少明，你也先坐下，开始点名。江辰，到。看来这事儿没这么容易结束，也好，正好试试银将军残留的力量。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学校近期举行各院暑期联谊，咱们院的活动由郑少明同学的父亲郑天策先生全额赞助，郑氏集团的高档避暑山庄2日游，全程免费。卧槽，郑氏集团的避暑山庄，听说一晚就要好几千，太幸福了吧！感谢郑少。后天午饭后操场集合，院里包了大巴。我提议大家鼓掌感谢少明。郑天策这种级别的人物，不可能不知道近期的异常，还主动搞大型活动，不对劲。有问题，但我刚和他起冲突，现在劝阻只会被说气量小。算了，到时候去看看情况。有问题，但我刚和他起冲突，现在劝阻只会被说气量小。算了，到时候去看看情况。郑少明说我在奶茶店打工，其实这店是我的，用老张头留下的钱在校内开了几个小店，身家100来万就是抵不过红姐一套房。谁呀？大爷，请问您知道张美美住哪一户吗？不知道，没听过。你快走吧，最近小区不太平，当心出事。连续否定2次，明显在掩饰。他肯定知道张美美，只是不敢提。张美美肯定住这栋楼，她死后一定发生了什么，才让邻居这么忌讳。老小区没物业消毒，这味道哪儿来的？
老小区没物业消毒，这味道哪儿来的？小妹妹，你怎么看着楼道吃饭啊？叔叔，你吓到我朋友了。朋友，楼道里没人啊。他刚刚还在这吃东西，你一上来就把他吓跑了。瑶瑶，你在和谁说话？大晚上的，你进我们楼栋干嘛？大姐，我找人，你认识张美美吗？不认识，你快走吧。听我一句劝，赶紧离开。你下去要是听见有人问我美吗？别回头，赶紧跑。为什么？说她不美，她会砍死你；说她美，她会把你变成和她一样的样子，毁容。难怪受害者都被毁容，这只鬼的执念是美。出事儿了。活人。快进来！上清庇佑，洞玄眼神。别说话，这符只能掩盖活人气，不想死就闭嘴。我美吗？别跑啊！告诉我，我美不美？原来你藏进这里了。这力量，以我现在残余的体魄，挨一下就完了。太狡猾了！我一定要得到你的答案。我叫陈雪，是处理灵异事件的奇人。先前的无礼不道歉，毕竟我救了你。跟紧我，你还有一线生机。跟紧我，你还有一线生机。原来你藏在这里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美吗？你不说话，是觉得我不美？天地玄宗，万磬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，金光符。真有道法，太牛逼了！可恶！本来能解决这只中等恶鬼，谁知道这地方还有另一只鬼，真气耗空了。我拼死拖住他，你往楼下跑，联系治安所叫奇人来。还有一位小哥哥，你觉得我美吗？我拼死拖住他，你往楼下跑，联系治安所叫奇人来。还有一位小哥哥，你觉得我美吗？这位妹妹，你很漂亮。不好，回答他的问题会被纠缠到死。你真觉得我这样美？那要不要我把你变成这样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花，鬼妹妹，你想法太偏激了。不这样，怎么证明你是真心觉得我美？这简单，走，跟我进屋。车速太快了吧？他想干什么？走啊，让我深入了解一下你的美。他在调戏一只鬼，疯了吧？怎么害羞了？他是魔鬼吗？我可是鬼啊！好啊，进屋。但你要是对我不真心，我会一点一点毁掉你的脸。他是魔鬼吗？我可是鬼啊！好啊，
进屋，但你要是对我不真心，我会一点一点毁掉你的脸。忘了告诉你，你这么爱我，肯定愿意变成和我一样的样子。这只鬼不好糊弄，才60点鬼气，只能开化妖卡了。还好鬼死时还有一波大额鬼气，使用化妖卡红蟒精。鬼妹妹何必执着于外表？你们只会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当你变丑，就知道旁人的目光多恶毒。你对长相不自信简单，我是业余医生，能帮你永久解决。切除颈部以上的组织，就没人在乎你的容貌了。砍死你！你杀了他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为了救我。一个普通人直面恶鬼，要有多大勇气啊！我一定会替你报仇。你为我而死，我不能独自逃生。醒醒，兄弟，你还没变成鬼吗？难道要等头七？算了，过几天再来找你。你杀了他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原来你也是奇人，之前是我班门弄斧了。我不太懂奇人是什么，我来大城市才2年，之前跟爷爷生活，他没提过这些。不介意的话，能给我科普下吗？这很常见，九州很多隐居高人的后辈都不了解奇人界。现在道盟和阴曹是最大的势力，道盟管奇人，阴曹有自己的修炼体系。这是地府 APP， 奇人界内部软件，得要邀请码才能注册，里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我发你邀请码。这界面够阴间的。你拍下这只鬼的残尸，在地府 APP 报备能得积分，这是奇人界的流通货币。50积分到账了。积分能在交易商城买法器，符箓奇人贴吧也能用来交易。还有这把刀是鬼器级别，卖给阴差能换不少钱。50积分到账了。积分能在交易商城买法器，符箓奇人贴吧也能用来交易。还有这把刀是鬼器级别，卖给阴差能换不少钱。先离开，这楼里可能还藏着一只鬼。那只鬼在哪里？他怎么比我还激动？那至少是上等恶鬼，甚至可能是顶尖恶鬼。我受了重伤，没战斗力，贸然对上迎面很小。陈雪，我们能跑，但这栋楼的活人怎么办？我爷爷说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我不能放弃他们。你先走吧，我去对付那只鬼。今晚我的命是你救的，要冒险一起去。张美美应该是在这里整容失败，死后执念成鬼，和我猜的一样。我之前锁定了这里，布置好后等来了张美美，可正要解决她时，另一只鬼偷袭我，砍伤我肩膀就跑了，我都没看清他样子。旁边就是张美美常出现的地方，这里能安稳住人，太可疑了。谁呀？治安所的。接到报案，这栋楼发生暴力事件，请配合检查。是警察同志啊。稍等。处理灵异事件前，能在地府 APP 申领各种社会证件，方便调查。警察同志，里面请。处理灵异事件前，能在地府 APP 申领各种社会证件，方便调查。警察同志，里面请。两位快请进，楼里最近不太平，大家都格外小心，别见怪。没关系，我们是来例行排查的。
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家里就我和儿子，应该跟我们没关系吧？你儿子在吗？可以叫他出来一下吗？我儿子才8岁，怎么可能干坏事吧？你们这是怀疑我们？大姐，您别误会，每家都要登记所有常住人口，确认没有外来人员，这是流程。我去叫他。我用治安所证件问过楼里居民，除了张美美，这栋楼还有个怪人。很多人见过一个小男孩总蹲在楼道阴影里，背对着人吃东西。和402小女孩瑶瑶说的朋友对上了。我还从治安所查到，之前3名受害者手脚、内脏都有不同程度缺失。502的受害者只被砍脸，身体完好。毁容鬼的杀人特点是只攻击面部，这说明有别的东西割走了那些肢体。502的受害者只被砍脸，身体完好。毁容鬼的杀人特点是只攻击面部，这说明有别的东西割走了那些肢体。不好意思，洋洋太害羞了，要不你们去他房间问吧。小朋友，你刚刚一直待在房间里吗？我们是你妈妈的朋友，你不用害怕。你说外面那个女人吗？她不是我妈妈。不对，客厅全家福上就是他们母子，她是不是在迷惑我们？能说说怎么回事吗？有天晚上，妈妈在厕所镜子前洗头，爸爸过去时，她突然抬头说让爸爸帮她削苹果。爸爸去拿刀和苹果，我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不敢说，抬头的只有镜子里的妈妈。真正的妈妈没抬头，也没说要吃苹果。爸爸削苹果习惯一刀削到底，那天也削成了。他把苹果递过去，这次镜子外的妈妈转过头接了，可镜子里的妈妈还在洗头。过了2天，爸爸不见了。那天中午，妈妈做了好多肉菜，我一口都不敢吃。之后妈妈总出去买很多肉，但我再也不敢吃她做的菜，饿了就去楼下垃圾桶捡吃的，在楼道吃完再回家。402的刘小瑶有时会分我一点，妈妈好像知道，却从来不管，还是做很多肉菜。你怎么看？402的刘小瑶有时会分我一点，妈妈好像知道，却从来不管，还是做很多肉菜。你怎么看？他没说谎，我听过一个都市怪谈，凌晨12点在镜子前完整削完苹果，皮不断就能见到镜鬼，操作不当，镜鬼会占据人的身体，把原主灵魂封在镜子里。我也听过这个说法。去确认一下。是镜鬼，他会砸碎召唤自己的镜子，防止原主灵魂回来。饭好了，洋洋，2位同志快坐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怎么都不吃？是不合胃口吗？抱歉，我对食物要求比较高。小哥喜欢吃什么？我再去给你做。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大姐，大肠刺身你会做吗？进鬼新生乐滋，武器加20，当前晦气239点。伪装快藏不住了。大肠刺身你会做吗？进鬼新生乐滋，武器加20，当前晦气239点。伪装快藏不住了。小哥，家里没大肠了，要不然换个菜。那牛排吧。好，
你们先吃，我去给小哥做。他比妈妈还吓人。你故意的，万一激怒他。不激怒他，怎么让他露马脚？不知道小哥要几成熟，我擅作主张煎了一成，应该合你口味。呵呵，浪费，太浪费了！这么好的牛排煎得这么老，吃牛排要的就是本味，多余的煎制都是画蛇添足。你到底会不会做饭？进鬼被张蛋，起价30。算了，我不吃了。大妈，实话实说，你别生气，你这厨艺狗看了都得点根烟。进鬼被张蛋，起价30。算了，我不吃了。大妈，实话实说，你别生气，你这厨艺狗看了都得点根烟。进鬼怒火中烧，鬼气加30。来都来了，总得吃点东西。你们要是不吃，今天就别想走。也行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油炸小孩会做吗？不要的孩子沾蛋液，和面包糠炸至金黄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本以为是救星，结果比妈妈还疯。好浓的怨气，这是顶尖恶鬼。在玩我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可没玩你，你这是强制消费。治安所同志在这，我劝你别知法犯法。进鬼气到无语，鬼气加50，鬼气加20，鬼气加30。恶心鬼这招真管用，100多鬼气到手了。去死！你的力量居然不输我！看着我的眼睛！小心，他要占据你的身体！看着我的眼睛！小心，他要占据你的身体！妖蟒巨力！他比恶鬼还惨吧？进鬼之后，鬼气加50，你见恶鬼很难伤。太可怕了！只许你站远点，我来和他殊死一搏。进鬼崩溃，鬼气加95。鬼大姐别跑啊！你不是想让我看你眼睛吗？我还想看你的内脏。我回头，想看我的内脏吗？那小伙子没听劝，还是上六楼了。楼里人都知道六楼不对劲，可之前告诫外来者的邻居都莫名死了，谁敢回复？估计人已经没了。完了，明天执法所和法医又要来搬尸体了。难道他还没死啊？鬼呀！我没看错吧？这只鬼好像在恐慌，他在怕什么？他都成鬼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
我没看错吧？这只鬼好像在恐慌，他在怕什么？他都成鬼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哈哈哈，鬼大姐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跑不了的。是他之前问张美美的小伙子，他在追那只女鬼。鬼大姐，你别慌，不就吃了几个人吗？多大点事儿？你停下来跟我回所里做个笔录，我们立马放你走。我信你个鬼！一个活人比我们鬼还会说鬼话。惊鬼无语，鬼气加30。一个大活人追着鬼跑，这世界也太疯狂了。鬼大姐，能不能聊聊你的死亡过程？人死的时候，脑子里真的会闪回一生吗？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老公的事儿？惊鬼暴露，150。鬼大姐，虽然我很舍不得你，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再见了。这狗东西，终于要放我走了。这还是人吗？你是怪物吧？惊鬼震撼，可气加66。这还是人吗？你是怪物吧？惊鬼震撼，可气加66。再见，地府路宽，一路走好。顶尖恶鬼能扛住异星化妖卡3次妖力攻击，很不错。刷了这么多鬼气，还差111点破千，随便再遇一只鬼就行。破千后肯定能拿更强的化妖卡，异星卡就碾压恶鬼。更强的卡会有多恐怖？解决了。我们能直接走吗？动静这么大。放心，你上报地府 APP 时，善后人员就在路上了。阴曹缺旗，人和阴差，但普通善后人员很充足，能解决顶尖恶鬼。他在江北奇人年轻一代里绝对有一席之地。坐我车吧。新款保时捷918，价值1000万的豪车。我们奇人世家声名不显，但底蕴不是市企业家能比的。这车是我自己挣的，地府积分很值钱，我们陈家收积分11000积分。顶尖恶鬼报备完成，发放积分150，150积分就是150万。不过红姐的房产证都收过，对钱没那么饥渴。正好，我想多了解些奇人界的事。对钱没那么饥渴。正好，我想多了解些奇人界的事。这个年纪就有碾压顶尖恶鬼的实力，要么是天资绝世，要么背后有高人栽培，得探探他的底。江晨，方便说说你爷爷的事吗？说不定是奇人界的老前辈，
也好帮你寻根溯源，找到对应的世家。老张头就是个殡仪馆搬尸工，哪是什么高人？不过这老头每次我去偷看寡妇前，都叮嘱千万别把他供出来，这话倒是没骗人。老头子不让我说关于他的事。肯定是老前辈怕恩怨牵扯到孙子，才刻意隐瞒身份。果然没猜错。我听你说九州最大的势力是阴曹和道盟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怎么会有两个执法机构？以前的确只有道盟统管所有奇人，处理灵异事件。100年前，阴曹突然崛起，他们换过不少名字：镇妖司、除魔卫。现代才叫阴曹，还接替了道盟的职责。道盟反倒松了一口气。镇妖司、除魔卫，现代才叫阴曹，还接替了道盟的职责。道盟反倒松了一口气。被抢了主导权还松口气？你是真不了解奇人界的苦。奇人和世家看着凌驾普通人之上，实则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重压。每次阴气爆发，活人禁区动乱，都要用奇人的命去填。难怪新闻凶案这么多，原来是处理部门人手不够。但活人禁区是什么？地府 APP 上有详细介绍。简单说，活人禁区是连通恐怖空间的节点，全球共6座，威胁等级 SS。鬼祟和奇人的等级是 E 到 S， 鬼王才是 S 级灭国灾难。SSS 级难道是灭世级威胁？对了，4天后我有个集体任务，你有兴趣吗？集体任务？大型灵异事件需要多人协作，这次是秦家那位带头组的局，他是江北年轻一代最强者之一，任务威胁极地家，可能有多头恶鬼、怨念，甚至有撞见厉鬼的风险。单独找灵异事件，鬼的强弱没法确定，风险太高。跟一群奇人组队，既能刷鬼气又安全，稳赚。好，到时候叫我。江辰没背景，跟我一起去，相当于对外宣告他和陈家交好，这波拉拢不亏。太好了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相当于对外宣告他和陈家交好，这波拉拢不亏。太好了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地家级大概率有一只顶尖恶鬼，还有多只怨念，没被定为集体任务，说明核心威胁只有一个，用混世魔王化妖卡处理，正好不浪费。先睡一觉，明天上完课就去医院凑够111点鬼气，看看破仙后能解锁什么强力化妖卡。每次处理灵异事件都在生死边缘徘徊，再疯也难免机遇，只有在这种充满生机的地方才能彻底放松。
其人常接触血腥与阴暗，很多人精神出问题，有人泡吧狂欢，有人禅院静坐，甚至有人刷3年高考5年模拟发泄。还好我两世为人，心理承受力强，逛趟校园就满血复活了。还好我两世为人，心理承受力强，逛趟校园就满血复活了。是今晚的郑少明，太霸道了，我好喜欢。郑氏集团的公子啊，将来的霸道总裁真有范儿。能当他女朋友被甩都值，相当于镀了层金。拜金在哪儿都有，这么能屈能伸的还是头一次见。哟，郑少，亲自开车，今天你妈妈没送你就不怕迷路？江晨，你好。郑少明吃瘪了，这同学是谁呀？敢怼他？清苑昨天点名就和郑少闹过不愉快，不是富二代。完了，他比黄涛、张一元还惨，郑少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太刚了，何必呢？黄涛的下场忘了，被退学，父母丢工作。服个软不行吗？非要刚，到时候家破人亡才后悔。郑少才嚣张，他有什么办法？他这是自寻死路。他不简单，难怪敢惹郑少明。2次化妖残留的力量，不用化妖卡也能对付怨念级的鬼了。这妖怪的凶力威势倒是意外收获。他不简单，难怪敢惹郑少明。2次化妖残留的力量，不用化妖卡也能对付怨念级的鬼了。这妖怪的凶力威势倒是意外收获。九州的禁区是 SSS-2， 代号丰都。上次动乱才过去8年，现在就有阴气爆发的前兆。禁区动乱前3个月到半年，必定会有阴气爆发。2年前 SS 伪禁区血色城市提前动乱，阴曹和道盟损失惨重。最后请了6位 S 级王境强者才镇压住。这世界比我想的危险多了，这些不是现在的我该操心的。先凑够鬼气，解锁更强的化妖卡才是正事。老姜，这边。干嘛呢你？看到为夫还不过来，太忤逆了！滚！又玩角色互换这套。二虎不是怕惹麻烦，他本来就话少饭多。大一的时候被推销学长欺负，还是我帮他解的围。二虎不是怕惹麻烦，他本来就话少饭多。大一的时候被推销学长欺负，还是我帮他解的围。不知道我最近惹上事儿了，郑少明你也敢沾？别人怕他郑少明，我李少还能怕？那天点名我要是在，能让他欺负我儿子？滚！你爹把那孙子安排的明明白白，你不怕把二虎带过来干嘛？我也不怕。住了半年都没发现，这憨厚小子居然深藏不露。老姜，叫声爸爸，
这事儿哥给你平了。住了半年假螃蟹，这憨厚小子居然深藏不露。行了，叫我吃过亏。前世在社会摸爬滚打，今生又被老张头丢出去顶锅，大风大浪见多了，应付这点事还不难。行了，叫我吃过亏。前世在社会摸爬滚打，今生又被老张头丢出去顶锅，大风大浪见多了，应付这点事还不难。那边，你的李女神。撩妹界支持，女神主动打招呼你就点头，不会端着饭坐过去，要微信表白。以后别说是我李少的朋友。这小子太不知好歹了，你主动打招呼，他就这么冷淡？你昨天还让我离他远点呢。你的天赋、容貌、家世，他根本配不上，但他也不能这么自大。听说他惹上郑少明了，那家伙可龇牙必报。我已经拜托我爸去处理了。有为，帮一次可以，但你要想清楚，连郑少明都能让他走投无路，要是让那些世家子弟知道你关注他，会出人命的。他在普通人里或许优秀，但这世界很残酷，一个富二代的出身就碾压无数人，更别说世家和奇人界了，那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存在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当初那么耀眼的少年，好像没什么事能难倒他，现在怎么会？这林应威好像有点眼熟。当初那么耀眼的少年，好像没什么事能难倒他，现在怎么会？这林应威好像有点眼熟。几天前，一家人抬着半边脸、血肉模糊的男人来急诊，说是工地被砸伤。医生发现男人手脚冰凉，以为是冰袋的缘故，结果接上心电仪才知道人早就死了。体温低于20度，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。医生说，当时还看到男人手动听到痛苦低嚎，送人的家属早就跑了，治安所都找不到。正常衣服下面是蓝白横条纹病号符，一般病号符是蓝白竖条，囚服是黑白横条，这寓意确实不对劲。自从这18号病人进了太平间，医院就开始死人，重症病人、医生、护士接连离奇死亡。这才上报阴曹。小伙子去北2路医院，那地方最近可不太平，新闻都报了。去探探病。小伙子去北2路医院，那地方
最近可不太平，新闻都报了。去探探病。护士小姐你好，大晚上的别突然喊人，急症医生在3楼，自己去。我不找医生，想问下太平间在哪里？护士小姐，我去太平间有急事儿，麻烦指个路。护士小姐，你别怕，我和最近的杀人狂没关系。今晚医院肯定凶险，把他吓跑反而是好事。看病？不看病，想问下太平间在哪里？这位先生是来处理18号的事。你知道签了保密协议，治安所说这2天会有人来，太好了！这些日子我们都快吓死了。我叫张文博，急诊医生。签了保密协议，治安所说这2天会有人来，太好了！这些日子我们都快吓死了。我叫张文博，急诊医生。带我过去吧。太平间在住院部楼下，我们先去1楼取钥匙。再和我说说详细情况 ，APP 上的资料不够全。18号病人来之后，第一个死是我们的病人。老人割了良性软组织瘤，心脏有点问题，但调养半个月了，情况都在好转，下个月就能转出重症室。可18号从太平间消失的第3天，老人突然多器官衰竭，抢救无效。从医学上讲，这根本不可能，他的病绝不会引发这种并发症。18号病人消失后才开始死人，这2者必然有关联。你知道他老人死亡前后，他儿子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什么？老人儿子在看我，说父亲死前2天，他趴在病床边快睡着时，突然发觉父亲一动不动盯着自己，那眼神特别不舒服。他想说话，眼皮却越来越重，直接睡了过去。第2天问父亲，老人什么都不肯说。第2天晚上，儿子假装睡着观察，父亲又露出了同样的表情，不是看他，更像看他背后。可他一想起身，困意就涌上来，明明不想睡，却控制不住。睡梦中，他听到很轻的踮脚走路声。他看到痕迹了。第2天在瓷砖上看到了脚尖点出的水印子。重症病房是单人间，门反锁着，踮脚走到他背后的，只能是他父亲。可老人重病到上厕所都要扶，怎么可能踮脚走路？重症病房是单人间，门反锁着，踮脚走到他背后的，只能是他父亲。可老人重病到上厕所都要扶，怎么可能踮脚走路？又过了1天，他儿子惊恐地找到我。昨晚他找护士要了根针，快睡着时扎了自己一下，总算抬得起眼皮。结果看到他父亲从床上爬起来，脚尖着，
以怪异姿态绕病房走了2圈，然后开门跑了出去。他想拦，却困得连扎大腿都没有。但第2天老人还在床上。对，可当天下午，老人就器官衰竭死了。尸体推进太平间的当晚就不见了。医院病房门都有玻璃窗，老人看的不是儿子，是窗外有人在叫他。不光如此，老人尸体失踪当晚，另一个重症病人也出事了。家属说凌晨惊醒，看到自己老公死死盯着门外，像见到熟人。那中年病人之前8、9天都在和死去的老人下棋，2天后他就肺部严重感染死了。所有死者都是生病死的，这是共同点。还有个女护士，监控看到她走着走着，突然被消防楼梯里的东西吸引，走了过去。第2天，她就得了罕见病毒性感冒，救不过来。监控里消防楼梯门后真有人在挥手，护士是被叫过去的。突然被消防楼梯里的东西吸引，走了过去。第2天，她就得了罕见病毒性感冒，救不过来。监控里消防楼梯门后真有人在挥手，护士是被叫过去的。太平间管理员老刘也死了，还是我第一个发现。在外面有时间不说，特意留到密闭的电梯里讲，反常。那晚我值班，老刘发消息说有尸体发臭，让护士送消毒水和除味剂。凌晨护士怕，我就帮忙送了。到太平间时，老刘不在，我以为他上厕所，等了会儿没人，就打他电话。我站在太平间里，电话铃声突然在背后响了，我吓了一跳，转身发现铃声是从一具盖着白布的尸床底下传来的。我以为是老刘的恶作剧，气得想砸手机，可掀开白布，下面躺着的是老刘僵硬的尸体。死亡时间多久？我学过尸检，起码15小时以上。那给护士发消息的人是谁？我当时吓傻了，拼了命才跑出来。奇怪，门怎么开了？这里有冷藏设备，门开着冷气，全跑了。奇怪，门怎么开了？这里有冷藏设备，门开着冷气，全跑了。我是怕冷气跑了，终于发现晚了。鬼泣+3，当前鬼泣892遍。我关门是想把他锁在尸体堆里，让他发现唯一的同伴是死人。可他主动反锁，难道是想对我做什么？大家都是男人，你这眼神什么意思？鬼泣+5，当前鬼泣897遍。有点意思，主动送鬼气的鬼还是头一次见。这3个床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那些尸体失踪后，没人敢动床。这里明明该有9个空床位，他们回来了。怎么可能？那些尸体失踪后，没人敢动床。这里明明该有9个空床位，他们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敢回来，这次一个也别想跑。
低级尸鬼震惊，鬼气加6；低级尸鬼错愕，鬼气加4。当前鬼气916点。兄弟，醒没醒？低级尸鬼吃痛，鬼气加8，当前鬼气924点。你不怕我？大家都是尸体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这是我床位，今天我头七，刚诈尸。倒是你挺奇怪的，你死几天了？4天怎么了？头七回魂是规律，你提前4天回来，影响后人前程不说，还耽误自己转世投胎。低级尸鬼憋笑，鬼气加4，当前鬼气928点。大师怎么化解？简单，我动手时你别反抗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你再多死3天，到点再回魂就行。神特不反抗，这是忽悠鬼呢。低级尸鬼暴怒，鬼气加9，当前鬼气937点。神特不反抗，这是忽悠鬼呢。低级尸鬼暴怒，鬼气加9，当前鬼气937点。低级尸鬼怨念死亡，鬼气加9，当前鬼气946点。杀过人的鬼是黑怨气，没害人的是灰怨气，没杀错。醒醒，大爷，该醒醒了。你想干嘛？低级尸鬼暴怒，鬼气加8，当前鬼气954点。9点多了，该吃安眠药睡觉了。把我叫醒吃安眠药，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。他反锁门是真怕我们跑了，这活人比鬼还猛。忘带安眠药了，这是物理助眠，安心睡吧。低级尸鬼死亡，鬼气加9；低级尸鬼恐惧，鬼气加5，当前鬼气968点。低级尸鬼死亡，鬼气加9；低级尸鬼恐惧，鬼气加5，当前鬼气968点。别等了，再耗下去，他会一个一个杀了我们所有人。为什么要逼我们？我们只是想以这种方式活下去，有什么错？你们想活就该让活人去死。别跟他废话，弄死他，让他也变成我们的一员。给你个痛快。低级尸鬼怨念死亡，鬼气加12，当前鬼气980点。
低级尸鬼怨念，死亡轨迹加12，当前轨迹980。终于破千了！应恭喜宿主轨迹突破1000点，解锁2星化妖卡，抽取权限。不依赖化妖卡战斗，才能真正掌握力量。就像给小孩一把枪，没打死人先崩了自己，我可不会犯这种错。系统抽取2星化妖卡，是否花费1000点轨迹抽取2星化妖卡？资本家听了都流泪。这直接涨价10倍。抽取。抽取。这些妖怪能称霸一方，没一个简单的。猴子当年砍瓜切菜，那是猴子的本事。恭喜宿主抽取到2星化妖卡木力大仙。车迟国3妖不简单，以妖躯修道，供奉3清，算得上圣人门徒。虎力会武雷法求雨，陆力说不定也有大本事。2项神通加妖化，比1星卡强太多了。就是不知道能对抗多强的鬼祟。小心点。谢谢你，先生。小心点。谢谢你，先生。没关系，护士小姐皮肤真好，别人死了3天，恐怕都没你白。你这夸人方式还不如不夸。帅哥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医院的禁忌？什么禁忌？晚上别搭医院电梯，你永远不知道会遇上什么人，比如带黑色号牌的人，一旦撞上，必须马上跑出去。为什么？医院里只有太平间的尸体才挂黑色号牌，上面刻着每具尸体的名字。凡人果然会害怕。这号牌只有黑色，我不喜欢压抑的颜色。到时候能不能自带号牌来死？对方身上的怨气比之前的尸鬼浓郁数倍，竟是只恶鬼。帅哥，想知道黑色号牌长什么样吗？想啊，可你又不是尸体，哪来的号牌？我操，我号牌呢？美女，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想啊，可你又不是尸体，哪来的号牌？我操，我号牌呢？美女，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这一捧号牌起码有几十枚，他难道洗劫了太平间？我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上面病人不适，我来取医用器材，急着用就随便拿了个袋子。他在骗你，负1层才是医疗器材室，负2层和太平间共用冷藏设备，是器官冷藏室。他袋子里说不定是人体器官。我好像听到你们在说我的袋子，这么想知道里面装着什么？既然这么想看，就给你们看，看了可别后悔。
医生兄弟，我考考你，移植一颗肾要多少钱？25万左右。那你知道自己提着一袋子什么吗？医生兄弟，我考考你，移植一颗肾要多少钱？25万左右。那你知道自己提着一袋子什么吗？钱啊，我得批评你，大晚上拿着一袋子钱在我眼前晃，不知道我已经下班了吗？不过我看你顺眼，今天就交你这个朋友，加班也干，出去记得帮我宣传宣传。这操作谁能懂？他到底是干嘛的？他的职业是劫匪。干！不早说，快追！我的心脏早就坏死了，你想掏出来看看吗？我的心脏早就坏死了，你想掏出来看看吗？这是鬼的诅咒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像重症病人一样病死。死亡证明上只会写突发心脏病。呵呵，你也患上和我一样的病了。果然，恶鬼终究是恶鬼。以我现在的基础实力，还远远不够。化妖，幻世魔王！他也是鬼，不然怎么能瞬间拔高几十厘米，还能驱散我的诅咒？不要！不要！你应医生极度惊恐，鬼气加90，当前鬼气465点。跑！他追上来了怎么办？我的脑袋也会被捏爆吗？对不起了，医生先生，从面相上看，你马上就要死了。这是诅咒，好狠毒的能力！干！是物理死咒！
丁恶鬼死亡，鬼气加165，当前鬼气630点。之前杀普通恶鬼只能得200出头鬼气，看来搞鬼心态的手段越来越熟练了，还有提升空间，下次可以试试血手开膛，视觉冲击更强。医院消防楼梯的灯每天都会检查，这么多灯同时坏，太不正常了。医院消防楼梯的灯每天都会检查，这么多灯同时坏，太不正常了。过来，快过来呀！快来这里！顶级恶鬼我对付过，绝对没有这么诡异的能力。这东西比顶级恶鬼还危险。快来啊！好久不见了，老伴儿，是你吗？你来接我了。你真的以为我没发现你？发现了还让我接近，妈的智障！混世天高！丁18号病人半部厉鬼死亡，鬼气加99。半部厉鬼果然特殊，即便被一刀斩杀，死前仍能贡献大量鬼气。我死后，你会染上我的所有病症，以和我相同的方式死去。你的尸体面目全非，灵魂不得解脱。这就是半部厉鬼的诅咒，连混世魔王的化妖状态都挡不住。还活着。
所谓的医疗事故，恐怕是他的死亡时间。只有死后才会被转入这家第7病洞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什么意思？我成了第7病洞的新病人？才2、3天，我就从普通人成长到能抗衡厉鬼。第7病洞，听着全是鬼祟，对我来说，不就是源源不断的鬼气吗？这是干啥？路都堵了！是真正的精锐，普通人里的顶尖存在，给足装备和地形，个个能以一敌百，说是兵王都不为过。敬礼。其人直面恐怖，在生死边缘捍卫人间，值得这份敬意。但他们这些善后人员更不容易，一群普通人敢踏入刚结束灵异事件的地方，需要的勇气不比我少。道盟和世家的修炼体系太烂，有人从小练到20岁，也才地级实力。阴曹的风鬼入体是速成法，可特种兵死亡率都高达90%，就算经过2、3年特训，人手还是不够，只能让备选阴差来做善后。死亡率和奇人差不多，都是无奈啊。奇人直面恐怖，在生死边缘捍卫人间，值得这份敬意。但他们这些善后人员更不容易，一群普通人敢踏入刚结束灵异事件的地方，需要的勇气不比我少。小陈来了，再等等，最后一道汤马上就好。今天做了几个大补的菜，你这几天早出晚归的，肯定忙坏了，好好给你补一补，保证你龙精虎猛的。瞧我这嘴，说胡话呢。真结实，小陈，你们驱鬼师都很注重身体锻炼吗？有的注重，有的靠特殊能力，不一定。红姐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难道是终于要对我下手了？
万恶的富婆诱惑。那你们允不允许近女色？这问题也太尖锐了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姐是想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没有的话，姐给你介绍一个。他还年轻，遇上这种人生岔路口，真怕扛不住诱惑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姐是想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没有的话，姐给你介绍一个。他还年轻，遇上这种人生岔路口，真怕扛不住诱惑。啊，我才大2，虽然没女朋友，但哈哈哈，所以才说是女朋友，又不是相亲。那姑娘和你差不多大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到时候姐介绍你们认识。宿主江辰，鬼气1026，化妖卡，陆力大仙2星。明天要去郑氏集团的山庄，郑少明身上有问题，但未必需要2星卡的力量，贸然使用太浪费了。系统抽取2张1星化妖卡。恭喜宿主抽取到1星化妖卡特处士。恭喜宿主抽取到1星化妖卡狄海龙。恭喜宿主抽取到1星化妖卡特处士。恭喜宿主抽取到1星化妖卡狄海龙。实力和银将军差不多，不过现在我的基础妖力比之前强不少，化妖特处士的话，强度应该能压过当初的红蟒精。倪海龙这张就实用多了，按西游里的说法，就是金角银角手下的小妖，实力顶天和银将军一个级别，但胜在是水里的怪物，本体虽不是龙，可真遇上水鬼，作用比混世魔王都管用，总不能让旱鸭子去水里打架吧。2张1星卡，加上手里的陆力大仙2星卡，应付正式山庄的情况应该够了。之前用混世天刀斩18号病人时，刀意太猛，把那柄鬼泣尖刀里的怨念全搅碎了。现在刀柄还在包里躺着，凿成了块废铁。之前用混世天刀斩18号病人时，刀意太猛，把那柄鬼泣尖刀里的怨念全搅碎了。现在刀柄还在包里躺着，凿成了块废铁。大多是阴曹和道盟代卖的，也有个人卖家。不过 APP 要抽5%手续费，难怪奇人贴吧里总有人私下交易。私下交易能省手续费，但被骗被仙人跳的奇人一抓一大把，不少人连法器影子都没见着，先被卷走了积分。现在实力不够，先走正规渠道，等以后够强了，倒是可以去贴吧试试，敢仙人跳我，就把他们老底都抢了。系统挑宿主是真有眼光，我这爱搞心态的性子，对付鬼行，对付人也差不到哪儿去。果然，好点的下品法器，鬼器都要1000积分往上，我这450积分，连零头都不够。果然，好点的下品法器，
鬼气都要1000积分往上，我这450积分连零头都不够。这些武器的强度和之前那柄尖刀差不多，自己要是再用混世天刀这种神通，估计一刀就废，纯属浪费。可惜妖力没法催动符箓，陈雪那道金光符威力是真不错。陆力大仙和虎力、杨力一样，都是以妖躯修道法的，供奉三清，正经修过道术的。如果化妖陆力大仙，说不定能学会用妖力催动符箓的技巧。先不想武器的事儿，明天去正式山庄探探情况。等回来抽时间化妖陆力大仙，说不定能解锁新能力。如果化妖陆力大仙，说不定能学会用妖力催动符箓的技巧。先不讲武器的事儿，明天去正式山庄探探情况。等回来抽时间化妖陆力大仙，说不定能解锁新能力。全体同学速到中心广场集合，乘坐大巴前往正式度假山庄。哟，堂堂李少爷居然来了，是想蹭郑少的度假山庄？呸！还不是怕你这逆子在荒郊野外被人谋害，为父特地来保护你。你这样的，我能打10个。你小子活该单身，度假。野外同学聚会，这么多机会摆在眼前，这全都是我李少爷的香艳猎场。刘叔，车开回去吧，我和同学们一起坐大巴。郑少太有礼貌了，对下人都这么客气。你认真的吗？他平时在学生会可不是这样。你懂个屁！郑少管理学生会要立威，私下里才是真涵养。可奶可狼，太戳我了。咱们去的是他爸赞助的山庄，说话注意点，别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爹。下次对付鬼，雇一群女同学狂喷，说不定能赚翻鬼气。人到齐了，大家有序上大巴，注意安全。下次对付鬼，雇一群女同学狂喷，说不定能赚翻鬼气。人到齐了，大家有序上大巴，注意安全。听说住一晚要好几万，正式的产业肯定不会差。不对劲，怨气不处理只会愈演愈烈，怎么可能自己变淡？他背后有高人在帮他驱咒。既然身上有致命诅咒，为什么还要冒险来度假？等诅咒彻底解决再出来不行吗？来都来了，很快就能弄清楚。
太漂亮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避暑山庄。你看那人工湖、高二湖，估计就得花几千万。太漂亮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避暑山庄。你看那人工湖、高二湖，估计就得花几千万。湖里可以游泳，山庄里有免费的泳镜泳衣，大家感兴趣可以试试。郑氏集团清雅避暑山庄全体员工热烈欢迎郑少，欢迎各位同学。辛苦张管家了，我是山庄负责人，大家叫我张叔就行。先跟我去安置行李，晚饭已经在准备了。郑少，我们想住临湖的房间。没问题，张叔，安排一下。不对劲，靠水的建筑怎么可能没有青苔？这漆面是新刷的，香薰是用来掩盖油漆味的，为什么偏偏重刷临湖一面的漆？难道有东西从水里爬上来，留下了痕迹？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发什么呆？快去挑房间啊！晚了临湖的就没了。不对劲，靠水的建筑怎么可能没有青苔？这漆面是新刷的，香薰是用来掩盖油漆味的，为什么偏偏重刷临湖一面的漆？难道有东西从水里爬上来，留下了痕迹？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你不去找你的猎场，跟着我干嘛？老姜，这地方有问题，大问题！刚才在餐厅上厕所，我听见隔壁隔间有2个人窃窃私语，说要杀1个人。同学恶作剧？不是。他们把步骤说的特详细，等半夜所有人睡着，摸进房间用被子捂头，再拿刀划脖子，连分尸埋在山后的松树林，怎么伪造不在场证明都计划好了。我越听越怕，直到听见他们说要杀的人名字是我，李杰。他们把步骤说的特详细，等半夜所有人睡着，摸进房间用被子捂头，再拿刀划脖子，连分尸埋在山后的松树林，怎么伪造不在场证明都计划好了。我越听越怕，直到听见他们说要杀的人名字是我，李杰。我当时还以为是同学整我，一脚踹开隔壁隔间门，里面空的，6个隔间全是开着的，厕所里除了我根本没人。最吓人的是，最里面那个隔间的门板上全是红色的死字，笔画扭曲的像指甲抓出来的。有意思，被2只鬼盯上了。可以啊，一次招惹俩，比我都牛。你们俩会聊天吗？怨气不重，但确实是鬼祟留下的痕迹。别慌，驱鬼我懂点儿。快教我。简单，他们今晚来杀你，你现在跳湖自杀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我有靠谱办法，他们等你睡着动手，你今晚别睡，嗨到天亮就行。那我以后呢？被鬼缠上一辈子解脱不了，以后都别睡，他们就伤不到你了。合着你俩都想让我自己解决自己？跟紧我花二虎，死不了。合着你俩都想让我自己解决自己？跟紧我花二虎，死不了。
美女你好，跟你说个事儿，那边那位是李氏集团的公子，他刚跟我说觉得你特别漂亮，想认识一下，可惜什么？可惜你扫地的样子看着不太聪明。这是有原因的，这湖里死过一个女人，之后山庄好几个员工都掉湖里淹死了，大家都说有厉鬼索命，谁都不敢靠近湖边。你能把我微信推给李少吗？我真的……没问题，李少眼光不错。李少真说我好看，他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你叫孙蝶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我网名，我真名叫刘桂花。我会跟李少说的。对了，湖里的厉鬼是淹死在哪个位置？你叫孙蝶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我网名，我真名叫刘桂花。我会跟李少说的。对了，湖里的厉鬼是淹死在哪个位置？不知道，我刚来没多久，我还有活要干。老姜，他怎么跑了？他身上的问题比你那两只鬼大得多。微信名孙蝶，名牌叫刘桂花，怕湖水怕得要死，还主动凑上来攀附你这个假公子。水下面东西在看我们。这事您千万别跟别人说，不然我工作就没了。我们是最近刚调过来的，员工服和工牌都没来得及换，用的是之前员工的。之前的员工呢？主管吴姐说他们犯了错被辞退了，但私下里都在传。不是被辞退，难道是死了？这是您自己猜的，我可没说。我多提醒你一句，天黑后别在外面逛，赶紧回房间。靠湖的房间绝对不能睡，房门一定要反锁，最好用柜子抵死。为什么？天黑后别在外面逛，赶紧回房间。靠湖的房间绝对不能睡，房门一定要反锁，最好用柜子抵死。为什么？3天前有个客人在靠湖的房间失踪了。我那天起得早，看到那间房的外墙全是抓痕，像有东西顺着墙爬进去的。后来张管家亲自带气功来刷，把痕迹盖了。还有个打扫客房的大妈，以前跟我一起在正式酒店干活，总喜欢捡客人剩下的高档洗漱用品。有天晚上，她看到一间房门虚掩着，扒着门缝往里看，看到一只浑身湿淋淋的女鬼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当时都当她胡言乱语。结果第2天大妈就失踪了。更吓人的是，当晚我们宿舍听见有人推门，幸好锁了门。可隔壁宿舍的同事第2天就没了。他舍友说只听见开门关门声，没听见人下床。孙蝶，上班时间摸鱼聊天，还打扰客人，这个月奖金全扣，下次再犯直接滚蛋。知道了，吴姐。这位客人实在抱歉，这些乡下丫头没规矩，乱说话打扰您了。没事。管理人员要立威，现在求情反而会让他更难办。走，回客房。李杰，你惹上的鬼，天黑后该出来了。
走，回客房。李杰，你惹上的鬼，天黑后该出来了。谁啊？我明明锁门了，怎么没听见钥匙声？是客房阿姨吗？有人站在门缝边，为什么地上的光线是完整的，没有影子？白天山庄员工迎接时，女员工都很年轻，最年长的就是领班吴姐，根本没有这么多皱纹的阿姨。张管家说全体员工欢迎，但门外的他不是员工，或者他以前是，但现在已经死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可就进来了。客人要是走了，我就进来拿东西了。